看看中国现在有多乱啊，是高层现在有多乱。说习近平失去权力，正在进行新一轮的2012式的权力斗争。什么样的人能当海关总署署长？一定是当朝的人啊，你前朝都不好使。因为于建华当海关总署署长，就是国务院最肥的肥缺，是印钞机让他去管。你去查海关总署署长，全都是有背景的啊，全都是派系正确的。2022年5月，毫无疑问是习派全面胜利的一年，哈哈，大家知道吧？架下去了吗？于建华同志，中国海关总署是一把署长啊，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3岁。因为他前一天见了吉林省委书记和省长啊，省委书记黄强，省长胡玉婷与于建华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于建华不是因突发疾病，而是吞枪自尽。晚上10点。于建华在办公室吞枪自尽，他有手枪啊。一会儿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死啊，然后大家共同去看看中国现在有多乱啊，是高层现在有多乱。说习近平失去权力，正在进行新一轮的2012式的权力斗争，是不是空穴来风啊？1978年，于建华他是江苏苏北人，盐城武右中学毕业，考入盐城师范外语系。91年考进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以后进入外经贸部欧洲司，一路爬上来，一直到2006年任新组建的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啊，就是跟薄熙来同时啊。那薄熙来那时候是商务部部长，他10月任商务部国际司司长，但是呢，他跟薄熙来没有关系，薄熙来是辽宁调派的。他是商务部，他从88年硕士毕业之后啊，91年硕士毕业之后，他就一直在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就是后来的商务部的主体，所以他是一个坐地商务部的坐地户干部，他跟薄熙来不是一个派系的啊，因为能力比较强啊，这样一路从秘书、副处长、处长，然后司长副部长，最后是到了2010年呢就提副部长了啊，部长助理。2013年。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2013年5月副部长级。2013年10月中国常驻 WTO 代表。2017年2月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这个时候他高光时刻。2017年2月，他这个位置是直接跟川普第一任川普总统做中美贸易战的那个谈判的，他是一个主要的执行人啊。2018年2月。任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特命全权大使。2019年4月，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就是最近了啊。2021年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正部级的代表。2022年5月，出任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2022年5月是个非常关键的年份，连任独裁元年啊，2022年。5月，他新官上任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大家知道海关总署是什么位置？商务部没有什么油水啊，商务部贸易谈判的是代表，那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啊，非常里边清水衙门。但是海关总署可不一样啊，海关总署署长那就是印钞机让他去管。什么样的人能当海关总署署长？一定是当朝的人啊，你前朝都不好使。你去查海关总署署长，全都是有背景的啊，全都是派系正确的。2022年5月，毫无疑问是习派全面胜利的一年，哈哈，大家知道吧？架下去了吗？给架下去了。我要看名单啊，名单怎么对不上啊？大帝呀，名单怎么不是阿乐呀？大帝不说话，给架下去了。所以这个2022年5月呢，3月架下去了，5月他就当了海关总署署长，一直到今天自杀啊，昨天自杀。自杀之前，中纪委约谈他啊，他下午被约谈，晚上就吞枪自尽了，因为他知道在劫难逃啊。这个人是老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你要说他心理素质不好，或者他业务能力不强，那扯淡。为什么呢？他一定是在人生的重大选择关口做出了最有利的选择，就是他吞枪自尽是对他最有利的。因为他一旦进去，他无论是招还是不招，都难逃死路一条。好多情况啊，官员自尽
大家知道官员自杀率现在是历史上最高啊，官员自杀率现在已经比 AB 团时代还高了。为什么他2022年5月他是习派的啊？因为2022年5月上的都是习派的。他是谁的人啊？于建华是谁的人？你们知道吗？于建华的老板叫丁薛祥。丁薛祥那不用说了，丁薛祥的老板就是总书记啊，那是张干处的处长啊，丁薛祥，丁老板，那是可以说是总书记身边的应该是内廷行走啊，内务行走，丁薛祥。丁薛祥出任第一副总理啊，就是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而且丁薛祥是副总里边那个第一副总理，就是常务副总理吧，算是政治局常委。那么是什么人要查于建华？因为于建华当海关总署署长，就是国务院最肥的肥缺，他就是可以说是李强、丁薛祥这个班子协调之后啊，这个分配的利益，那是可以说是丁的最大的一个白手套。现在中纪委居然查他啊，中纪委他妈也是习派的呀，李希啊，怎么居然查他呢？那他呢？你说他能供出丁薛祥来吗？他肯定不能供丁薛祥。那他不供也不可能。那不供他知道中纪委的手段，所以呢他就选择自我了断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大概其七七八八就这么个过程啊，非常凄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自尽的，都是为了保领导这条线，也是一个规范操作。大家知道，就是当时温家宝查王立军，薄熙来希望王立军采用于建华式的操作方式，这是一个规范。大家知道，在我们金融口也有跳楼的嘛。当时有一个证券公司的老板，抑郁症的，就是他老回家检查钥匙是不是锁了门，那个叫什么症呢？就是你明明锁了门，但是你一下楼，你往车里一坐，你就觉得我得查一下我门锁了没有。他们家住紫竹院那边，卫东啊，卫东国金吧，卫东是国金证券吧，卫东就是于建华同样的路子嘛，就必须跳楼，不是说他想死啊，他不想死，他很不想死，但是中纪委当时也查上卫东了啊，让卫东咬谁都不用说了。卫东跳楼，卫东死那天，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啊，咱们也算老王揭秘频道啊。卫东死那天，卫东是在北京嘛，啊，卫东跳楼了。卫东和他的总经理，我跟他总经理很熟的哥们儿。卫东跳楼之后，从上海来了一架专机，从上海飞过来一架波音737包机啊，不是专机，我说错了，包机坐满了。那架上海过来的包机里边100多号人，坐满了，参加他的葬礼。你知道当时那个历史背景是胡温刚上台，江增将水工地退守上海啊，以垂帘听政，所以卫东是金融口的陈良宇，把卫东抓起来就可以突破很多啊想抓而不能抓的人。那卫东呢，这不跳楼了，刚啊，真刚啊！卫东一跳楼，共产党有个规矩，就是人死案撤啊。对，卫东一跳楼，案子撤了之后，那一条线全保住了。那一条线包了一架飞机过来参加的葬礼，风光大葬，可以说死了比活着还有面子啊！所有的老牌全给安排好，这就是黑社会，明白吗？这就叫黑社会。所以王立军绝逼是个王八蛋，我操！王立军是黑社会里边的二五仔。黑社会的标准操作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就是我操，哥们儿你不行了，你被对手抠住了，怎么样？弟兄们，照顾好我老婆孩子，啪一枪，这是黑社会的标准操作。然后弟兄们给你盖党旗，然后包机过来给你风光大葬，这叫黑社会。就是结果王立军是你妈自私自利，我操，自我利益驱动，我去，这坚决不自杀。然后人家薄熙来都已经给他设计好叫休假式治疗，最后抑郁症都开始给他设计遗书了。他不是受审的时候，他不是说都替我写遗书了，都开始在文宣口准备
我给你王立军风光大葬，盖着国旗下葬，就是王立军公安战线的英雄，因为得罪了太多的这个黑暗势力，最后心理崩溃承受不住压力。可以见得中国的黑暗势力多么可恶，把我们的英雄都逼死了，这是他妈的，这叫标准操作吗？这叫 ABC 吗？这叫剧本啊！我操，王立军你怎么不按剧本说话？这比这个周星驰里边那个喜剧之王一样，梆梆梆一枪死了，然后还又站起来了。我觉得我死之前还有话要讲。我操，导演气坏，咔，你给我死！你是谁让你讲台词？就是你自己加戏还行。所以这个于建华这种死法，就是为了保护老丁的一条线江苏的一条线，太残酷了这个斗争。